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影响我们旅行的心情。是，你要抱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对，然后没有什么困难事，除了生死，其他都不是大事。我们从东岸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次旅行留给我们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不管是欢笑也好，非常疲倦的去走 trail 也好，很多记忆都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我们今天就来回忆一下这次旅行过程中有些什么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人、事或者物。现在我给大家提问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旅行中最喜欢的 campground。那我们这次一共出去了20天，住了11个 campground。我这里就不一一去念它 campground 的名字了，在我们之前的旅行游记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 campground 的名字，我都有写在那边。我想问一下3个小朋友最喜欢哪个 campground， 可以说1到2个，还有就是最不喜欢的 campground 你也可以说。OK， 那么当当西刚。I have 2 favorites. No， 上面有。They are Holiday Haven and Captain Homard. 为啥？ Because Holiday Haven Holiday Haven 在哪里 PEI？PEI OK。 and there's a great view. You can just walk out the door and there will be a big blue ocean. And for Captain Homard, it's very fun because we can go down onto the rocks and catch lots of shrimpies. And then maybe torture them. That's all. 他把 Captain Homard 做最喜欢的，我觉得还挺意外的，因为 Captain Homard 是我们第2天落脚的一个网红餐厅，它兼做露营营地。地点呢其实挺好的，是在132路旁，它主要是以做餐厅为主的。我们定了一个是 waterfront 的 site， 然后下去 beach 的那个楼梯就在我们营地旁边。那天我记得还下了小雨，是不是啊？然后妈妈带了2个小孩，就下去玩了一下。其实那会儿还不能叫海，其实它是圣劳伦斯河旁边的，是一个河滩。但是你去尝过那边的水啊，我是尝过咸的。我们还在那边看到了第一只 seal 海豹。And then can I say my least favorite one? My least favorite one is Eagles Falls because our window kind of went oof. And went boom. Kaboom. Okay, that's all. 好。Eagle Falls 是在 New Brunswick， 我们回程的时候从 Halifax 往 New Brunswick 赶路的那一站。在那一天我们就把车玻璃给干碎了，是我的锅，所以给小孩可能造成了心理上有一点阴影了。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那个 Eagles Falls 那个 campground， 但是我当时因为把玻璃干破了，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没有拍很多视频记录。它那个营地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的，那个路其实就在那个营地的上面，大概落差有将近小70-80米。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营地主还带着我们在车前面开，因为我们下去要一个右转嘛，他说你尽量往左边靠啊，因为下面有一个很急的右转弯。那我们下去。如果第一次去的话，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可能会卡在那个弯那边，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弯有多急，而且它是一个很斜度比较大的一个坡，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还是挺小心的。这还好有营地主他给我们带路了，所以就过去了。它有2个入口，我们走错了一个入口，其实转进去也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入口我们是没开到，反正2个入口过去都有2个很急的弯。然后这个营地主他是从安省搬过去的，我们聊了还挺久的，哥们儿把安省的房子卖掉了，然后财务自由了，就过来买了个营地，然后自己经营。才刚做起来，很少。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大概就三家在那边，一辆大巴士，然后一个帐篷，再加2辆
房车。呀，我们第二天走的时候还碰到那个 BC 来的那个对两个老两口，老两口退休的老两口非常好，也聊了一下。老头儿开下来的时候很自豪，我说你这个弯怎么过的，很 sharp。他说：“哎，我们住在 BC 的，这种都是小 case 了，天天开急弯的下坡的。”是。OK，move on to next。 My turn。啊，那这个是 list。我说我最喜欢的营地应该是 Point Cross Beach。Even though it was shaky shaky， 如果没有 shaky shaky 的话，感觉就是可以坐在 beach 上，然后看着那么大的浪来 ，it's very relaxing，very very beautiful。那个水很大，很浪很大是吗？ Yeah yeah。如果风平浪静的，是不是还下去可以游个泳？是不是 Exactly。那边挺可惜的哦。也没有很多人在那边。It's very nice very nice。只是我们天气不是很好。好 ，least favorite， Least liked。 应该是 Ivy Lee Park，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在 Ontario 的。我 Ivy Lee Yeah， 因为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你竟然不喜欢？只住了一天，然后它所有我们玩的东西，像游泳、钓鱼，我们在安省平时经常玩。Exactly， 去哪里 camping 都可以玩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很 favorable special 的东西在这个公园里面。好吧。 Right， 然后那个晚上也很热。对，安省那时候我们说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我们回家，就是超级 Heat warning 那个，我不是有空调吗？ Yeah, but 站在室外它就 it's the 热。 same. We didn't really。行，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营地。Point Cross 是在 Nova Scotia， 我们从 PEI 进去Nova Scotia 去 Cabot Trail 的时候找到一个落脚点，我们在那边住了2个晚上。也是个 waterfront site， 有水没电。那2天正好是刮大风下大雨，有一天晚上风速达到了75公里每小时，然后人家领导彻夜难眠，就感觉车子在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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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抓住我的胳膊，哎，我说你咋了？他说你没感到车子在晃吗？我说其实我在他之前我也醒了一下，因为营地的主人告诉我说，风速达到65的时候，你把车连到你的拖车上面，这样子增加重量，就是抗风性好一点，不至于被吹翻了，或者当然吹翻这个75公里还少了点。当然隔壁营地有一个小 trailer 连夜逃走了，第二天起来就没见他了。那2天其实比较可惜的。风大雨大，然后我们沙滩也没好好玩，是不是？不然就可以下去游个泳啊，对吧？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外面吃饭，看着大海，这个意境还是挺好的。然后Ivy Lee 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有 heat warning，小孩玩的东西也挺少，那个 beach 挺小的。但是如果你有船，那就另外一回事，可以游千岛湖了。是吧？那个，而且这个营地挺小的。在我看来，如果你不钓鱼、划船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多东西玩。所以，在小孩那边可能就评分不是很高。主要是归心似箭。我都不想回家。在外面还没有浪够。行，多东。My turn. My most campground is Holiday Haven. And then also Carlton Summer. Holiday Haven, I like it because when you like one night we went down to the beach and then we got some alive clams and then we cooked them and ate it and it was very fun. And then also it's like not that windy, it's pretty calm. Yeah. For Carlton Summer, I like when we caught crabs. Those crabs are very small. Yeah, very small. It was also like near water. It's like it's basically just a long noodle, basically. You have to drive onto it, and then at the very end is where you go and... It's a peninsula. You live there? Right. Yeah, you live there. Yeah, that's why I like it. The campground that I don't really like is Eagle Falls. It's because we didn't really do anything there except for like fishing. Yeah. That's all. But we lost a fish, so it wasn't that fun. And also we got unlucky by a window getting shattered. Yeah. Shattered. Yeah. And even worse, I was in the back.
那个爆窗的时候，他刚好是坐第3排的，对吧？就在他吓到窗旁边呀。然后那天玻璃碎了，然后我们到了营地，好不容易安顿好了，然后我带着小孩去钓鱼，我还 lost 一条 bus， 因为那边是 fresh water， 然后就是里面是 bus， 然后一条小口。当时跟我讲闲话，对吧？ Yeah. 然后刚说完，就一条鱼啪跳出来， Boom, and it's gone. 然后他就走了，带着我的鱼钩子一块走了，那个坠子一块走了。我最喜欢的营地首当其冲就是 Carleton Submerged， 这个在 Quebec 的那个营地。后悔少住1天了吗？ Carleton Submerged 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好多年的，在我们有房车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营地了。然后买了房车以后，一直想着心心念念的，如果去东岸我一定要住一晚。然后今年就去了，但是呢，因为做行程的时候，我们在 Gaspé 已经待了2个晚上，3天2个晚上。其实我们在 Quebec 那边待了不少时间了，3-4天了。因为魁北克大嘛。对，所以考虑到行程的原因，所以 Carleton Submerged 就只定了1晚。然后去了以后一看啊，果然是一个 dream place， 是不是啊？然后它的那个风景也很好，然后它又是在一个湾里面，风平浪静的，依山当然傍水。依山傍水，对，当然也是跟我们那会儿天气好有关。它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大雨，是不是？如果那天全部下雨，你又不会把它排名排得很前面了。对，然后那天晚上我还特意提了个建议，说，哎，我们去看看灯塔吧。然后走啊走就走到灯塔那边，往回走的时候就沿着湖边走，然后一走嘛，就大家视频里面看到了，那些人就再也挪不动走了步子了，就跟小鱼小虾干上了。对，所以这个 Carleton Submerged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去住个2-3晚。我们有那个观众也说，那边附近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有好多人文的景观我们没有去，因为实在是行程很紧张。所以 Gaspé 这个半岛呢，我觉得花个1个星期都不算长。是我们下次可以再仔细的挖一挖，对，把没去到的地方再补一下。特别说的话，这个营地它的设施是非常好的，干净，而且打理的非常整洁。他们还有自己的巡逻员、巡逻车。对，是，虽然是个私人营地，但是它打理的非常好。最不喜欢的一个营地是在 Quebec City 的那个营地，就是我们有 wiring problem 的那个接线接错的那个零线火线接错的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呢，它其实打理的不错，也是井井有条的，但是它主要是以 seasonal 为主。像我们这种过夜的那种，它只分配了大概有10几不到20个营地吧。其实营地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只是我觉得就是它设施比较老旧，而且都是老年人。旁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营地相对于那么多营地来说是评分比较低的。但是怎么说呢？其实那个我们在 Gaspé 住的那个 Camp Fort Ramsey，那个营地其实比 Quebec City 的那个更差。但是我能看到水呀，就又不一样吗？不，它也离 Gaspé 小镇近。它是离 Gaspé 小镇近，然后周边我们去那个 Passaic Rock， 还有去其他地方都相对比较近一点。风景明显要比 Quebec City 那个要好。对，风景，但是它设施一般般。包括 fire pit 都是我们小朋友自己搭的。对。行 ，OK。接下来我们家领导来，说一下他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营地。我最喜欢的营地跟东小朋友一样，我喜欢 Holiday Haven， 还有 Carleton Submerged， 就很简单，因为它临水。介绍这个营地，爸爸都已经说过了，对吧？那我就不仔细说了。所有临水的营地，只要我能很方便的能走下去，我都喜欢。其实包括 Shake Shake， 它如果是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也会把它放在我喜欢的里面。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 Shake Shake， 那一个晚上我真的是没有睡好，我就是一直不停的醒过来，然后就看看手机的天气预报，看它现在风多大，然后会不会吹翻了。整个晚上就是这样。对啊，一直晃，这个心里很
很焦虑，就是怕有什么意外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最后确实是有意外，就是我们的热水器给搞坏了啊，这个后面再说。然后我不喜欢的营地跟爸爸是一样的，就是 Quebec City 那个，确实没有什么比较大的特点，然后我们后面也是背靠一条马路，也挺吵的。其实，在那个 Fort Ramsey 我们后面也是背靠马路，但是 Fort Ramsey 因为我前面可以看到有一条河或者湖，就是有水道还有山景，那我觉得又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景。对岸你可以看到山脊上，你可以看到有几片云在飘着。Yeah. 然后这个水那天没有大风大雨，然后水面好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right？是不是？总结下来的话，其实天气对我们评价营地的高低，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的，对不对？然后 Holiday Haven 之前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住了2晚，其实我也挺遗憾 PI 没有多住1晚，我们可以玩更多的。然后我们也有烧到火 campfire， 我们也玩了。然后晚上我带着当当和东东，我们下去，因为它是11点钟退潮的，然后我们大概10点半左右就下去。哇，那个潮水退得好远好远好远。然后我们下去看到有好多 mussel， 还有 clam 呀，各种各样，就是还有 oyster 也有。oyster。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玩嘛，就是还是觉得很好玩。然后小孩拿了2个mussel 过来说 Daddy 看活的。我们能不能吃？然后那会儿我把篝火已经点起来了，我说你想吃吗？我给你烤2个，然后就把它扔到火里面，然后一人1个。然后我还说，是不是其实应该有一个人不要吃，这样子万一第2天大家進醫院了还能送去医院。结果是我们每个人吃了1个，然后好在第2天都没有拉肚子，都没有问题。你要看谁烤的。Smoky flavor. Yeah.Barbecue flavor. 插一句啊，就是自打我们从东岸回来之后，后来发现 Costco 竟然有买 PI 的 mussel， 然后这样东西就变成我们家现在餐桌上常吃的一个东西了，是吧？小孩就爱上了。呀，加上那个butter， 还有那个 creamy 那种 recipe 的话，一大盒一顿干完了，是不是？行，那就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有共识的，就是 Holiday Haven 在PEI 的，然后Carlton Summer 在 Quebec， 丁丁喜欢 Shake Shake， Point Cross 是在 Nova Scotia， 在 Cabot Trail 那边，Captain Homard 是在进魁北克。Gaspé 132那边是我们第2晚的。那个 Grace Island 其实我也是挺喜欢的一个营地，风景非常好。我们因为行程定的特别紧张，所以没有好好把这个营地逛一逛、看一看。它进去它是一个半岛，一条窄窄的单行路，在堤坝上开，然后才到一个公园。然后你开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水蓝蓝的，然后加上那个树，还有那个船，就是组合起来那个画面就非常好看。是不是？好，那我们下一个就是说一说大家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活动或者景点。My most liked is squid fishing. It's because I was the first one to catch it, and it was only like this big, and then it was very nice. Very exciting. Very exciting, very nice to catch the first one. 新手运气。Yeah. And the second one is day 11, clam digging. Clam digging was very fun because, like one of the first few times I dug up, and I was trying to get a long john, this guy. The razor clam. Yeah, razor clam. I accidentally hit another broken clam. It was like. Because you were digging with your hands. Yeah, like this, and it scratched me on this side. There's still a mark right there. Oh. It's my memory. Yeah. And then after, I got a bar clam. It was like the size of mommy's or daddy's. Like the size of my hand, right? Yeah. 它那个真的特别特别大。是啊。对啊，视频里面可能也看到了，那个兄弟说：“我有一个 clam。”然后又去用手这个，然后一看，哇！
哇，好大一个。 So big. Yeah. Okay, my least liked event was like the music concert on day 3. 对你 Gaspé， Yeah, I guess Gaspé. It's because we didn't really know anything because I'm not a French guy. And then we didn't really do anything fun except for like looking at all the sculptures. I don't know, maybe like the seal that you can see through that window. Bonjour。 Okay, the funnest part was probably the cheese. Doll bought the cheese. Yeah, Parmesan cheese Parmesan cheese. for pasta. Yes, yes, Yeah. yes. Okay, and another one that I don't like is whale watching. No， It's because I went like this. 他晕船了。You sick like a And, dog。 and then after we went to the trail, I felt better because this guy, he made me an awesome lunch. Yeah, Yes。 he's my brow. 食疗，你看。 He's my bro. There you go. Okay, so my favorite one is Eye of the Needle Trail. Yeah baby。哎呀。 Yeah, because it was very fun, very challenging, right? Yeah. 然后就是很窄的路，然后抓了那个 chain 下去。And you don't see these trails very often, okay? 一般 trail they're very normal, very average, but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It's very, very fun, very, very challenging, very, very nice.还有clam digging was very fun. Yeah. Who doesn't like climbing? It was very new experience, very nice. And I like the ocean beaches. You know, even though I didn't get to swim, but that's okay. I still Cavendish played Beach? it. Beach? Yeah, Oh, yeah, okay. that was so fun. 就是踩了一点水，完了。但是我们前一天很开心啊。 Oh yeah, that's true. 在当当没有去，我们第一天去了安妮小屋之后，又去了那个 Lighthouse。 Cove Head。呀，就那个 OK 我们4个人在那边玩了水，当当蹬了出子沟。 Yeah. 其实这个 beach 相对于 Cavendish Beach 来说，我可能更喜欢这个 beach。我同意，我同意，人少安静，然后水其实一样很干净， Yeah. 这样子就是你更可以自己 enjoy 在里面。但是这个 beach 它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那个 lifeguard，没有这些 lifeguard，对，呀没有救生员，但是但是你要有救生员的话，我们后来退出来之后，又去了前面那个，我跟你2个人去 check 了一下，那个地方是有救生员的。 Brackley Beach， 呀，那个 beach 其实那个开车 beach 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beach，在 National Park 里面的。呀，那边是有 lifeguard，就是也对可以那边是有上洗 lifeguard 手的间，也可以有吃的东西。是有吃有喝有玩，呀，对那其实开车只要5分钟。对，像距离不远。 And yeah, all of it was very nice. Oh, and Quebec City. 哦呀，就是走 Quebec City the City Walk， yeah And walking the through. pizza with the big cheese. Yeah, it was very very beautiful. 也是很好看，拍的照片也很好看。Yeah, delicious。 very very beautiful. Yeah, very very. 红色的门，绿色的植物，还有那个铁的栏杆的那个阳台。 Yeah，还有他们会挂灯，还有挂其他东西。 Yeah. Yeah, it was very nice. 所有都是中世纪欧式建筑，然后搭配的颜色很丰富多彩，然后建筑有多样化，吃的东西也很美味，是不是？ Yeah. So yeah, I like everything. Least favorite? Maybe the Gaspé music concert or the broken car window. Yeah. Cause Gaspé, Gaspé Music Concert，you know 那个主唱，我觉得他唱功很好。 she's very good, but it just wasn't.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这 It's 个 incomparable. 这个 Uncomparable. concert 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Plus,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smoking. 它比不上我们这里还有去玩过的地跟我方们其他的比的话，它就是没有那么突出了。 ，right? Your turn. So, my favorite event that happened is clam digging because we got to pull the little razor clams out of the sand and also eating them. And plus, Mommy and Daddy went through a lot of struggling trying to clean the razor clams. 就我说挖的有多开心，洗的就有多崩溃。是啊， And also, even though I didn't go squid fishing,
it tasted really good. Hmm. Because Daddy prepared them beautifully. The next one is Quebec City. It was very like different because it's like very old styled and French, and the food was yummy, Food was yummy. especially 他 the 所有喜 cheese. 欢的东西都是跟吃有关的。是 Yeah. And I also liked Peggy's Cove. The sunset was just beautiful. Yeah. Yeah. Gorgeous. And the stuff I don't like is Farallon National Park, 所有的 trail hiking 你都不喜欢。 Eye of the Needle, Eye of the Needle. Skyline Trail. Skyline Trail. Yeah. 还有那个 bird 鸟 No, 岛 that one's okay. 啊，活动们就 And 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走这个 And trail。 guys,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at? I don't like Blue Rock because it has blue rock in the name. So they're supposed to be blue rocks, but the rocks were not blue. The rocks were not blue, guys. It's a scam. Yeah, it don't wasn't go blue. there. It's very boring. Okay, Except for who's the next? hermits. Yeah, the Hermit hermit crabs. 说到 Blue Rock，那我就说一下这个 Blue Rock，其实我觉得那边还是很漂亮的。水是蓝蓝的，然后它的水草是黄黄的，飘在那个水面上面，其实它的那个色彩对比度就会非常明显，视觉非常好冲击比较大一看。对，点是吗是当我们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色，然后也挺安静的，那边没有很多嘈杂的人呐、或者怎么样子，就是可以你静静的享受。其实你看我们 Blue Rock 那个无人机影像的话，飞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蓝蓝的水上面好多好多星星点点的岛屿，然后配上那个树，然后漆成各种颜色的居民房，其实它组成了一幅非常好看的画，你知道吗？这个画面感就是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小孩可能着重在玩这方面，但是我可能比较注重在那种风景啊不一样的一些方面。在 Blue Rock 我们也抓了那个 crab 呀，对吧？对啊，玩了小的寄居蟹嘛，对呀、其实也挺好的。好 ，OK， 我来说啊，我最喜欢的 Passy Rock，Passy Rock， 在我们当时出发之前，我们有在电视上看过别人去旅行那个视频或者照片或者什么样子，但是冲击力没有那么大。当我们那天自己去的时候，拐过一个大弯，一个大下坡，当这个石头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超级震撼，它超级大，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上老天爷的那个这叫鬼斧神工，对，就是感觉呀非常雄伟，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我们爸爸也说了，下次有机会去的话，争取能订到 Passy Rock 附近的营地。那如果我们早上起床就能看到大石头，那又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在那边也可以看日落或者日出，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是不是？然后是 Land's End。在 Farallon National Park 呀，那个地方当当没有去，当当因为他 hiking 已经很累了，所以他没有走最后那300-400米下去。我们4个人下去了，除了他们2个男生短头发，我跟丁丁2个人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但是还是非常开心。那天风很大，然后很爽，然后拍了好多照片。后面我喜欢的是Peggy's Cove， 说到 Peggy's Cove， 我们也要感谢一下丁丁小朋友，因为是他提议我们去看日落。因为那天我们到 Nova Scotia 已经是下午了，所以他说要不我们就去看看日落吧。那我当时 Google Map 上面一查，小镇上面所有的小店都是5点关门。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挺喜欢逛那些小店的，因为它有很多一个艺术感的东西，但是总归要有取舍嘛。后来我想想，我们以前也去过 Peggy's Cove， 那日落没看过，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那这次体验的结果就是还是挺值得的。Yeah, it's very good. 呀，当太阳开始慢慢下落的时候，所有人都坐下来，静静的等待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去。你感觉所有人都非常平静，人的心情平静，整个环境很平静。非常舒适，这种东西是你在城市里体会不到的。是，我感觉就是 Peggy's Cove 它有一个治愈人心灵的一个作用。就是你踏上那块大石头，在灯塔下面，然后看着大海，听着海浪拍打
岸边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平静，是不是？烦恼啊、忧愁啊、焦虑啊，瞬间就丢失了，就是感觉大自然的伟大，是。好，然后最后就是说一下我喜欢的活动，就是在 Carlton Summer 我们晚上去打着手电筒去抓螃蟹，然后 clam digging 还有 squid fishing，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所有5个人都喜欢做的事情。那比如说 hiking 什么东西，可能当小朋友不喜欢，对吧？那我们要选5个人都喜欢，那5个人大家都喜欢的这些活动，都会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自己也很喜欢。We all like 甚至于 eating. 那天爸爸问我啊，我们要不要搬到 PEI 来，然后每天 dig，我说好。毫不犹豫就说好，卖房搬家。Bye guys。好，然后说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喜欢的就是那个车窗玻璃坏掉。那天听到一声巨响，发现玻璃碎掉，当时那种情况，我就感觉我自己的心也跟着一块碎掉了。特别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不能算是我不喜欢，只是觉得有一点点特别的不一样，就是 Eye of Needle。然后我要说一个，就是我们当时没有剪到视频里的。然后在我们进那个 trail 之前，我们在公园的 store， 我看到一个风铃，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当时犹犹豫豫就没有买。然后犹豫了半天都没有下手。然后走到那个 trail 里面那么难那么辛苦，然后我就说我出了这个 trail 我一定要去把它买下来。Yes. 所以后来出了那个 trail 之后，跑到那个 store 毫不犹豫直接把它拿下。然后现在再看到这个风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曾经走过一个那么难的 trail， 其实就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了。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好，接下去就是爸爸。其实这个整个行程的计划都是我做的，所以这里面的东西我都喜欢的。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些 trail，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走一些 trail， 特别是 Eye of Needle trail， 这个是我比较给我一个比较惊喜的了，因为当时看到他的介绍是难度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我想要不走一下吧。当时也没有考虑说小孩能不能走下来，我就想不行就退回来嘛。然后走了以后就那个路真的很窄，然后很滑，石头落差也很大，一边就是悬崖，是个山谷，滑下去就是也沿着那个水道就下去了，人就没了。然后旁边还有草布盖的，防止滑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对大人来说难度不是很大的，但是对那些老弱或者是幼儿来说，年纪比较小的，可能难度就会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最不喜欢的其实没有什么最不喜欢的。你说他们都说干爆玻璃那个事情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旅行的一部分。我也从中学到了，就是长了教训，就是说你开房车的时候 U-turn 的时候不能太急。以前我一直是记得是要拐大弯 wide turn， 但是在 U-turn 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的房车的头会碰到我的车玻璃这个事情，因为 jackknife 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啊，以后可能就不会再轻易犯这样同样的错误了。所以这个是 life experience， 所以也是我的过。其他的不喜欢的基本上没有。You have to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That's right. 这个9岁的小孩都懂，你要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是 Our teacher 所以 always says it. 旅行的时候心态一定要放好，是不是？呀，对，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影响我们旅行的心情。是。你要抱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对。然后没有什么困难事，除了生死，其他都不是大事。是我当时虽然对于爆玻璃我心里感觉心碎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后面想想，只要人没事，其他钱财身外物，对不对？就是人没事就 OK， 其他都是假的。是。然后我们还可以带着我们的坏玻璃继续玩就好了嘛。